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更新一款从上往下编织的泡芙连帽毛衣。线的话，我们从里面拉线出来织，针用 4.5， 给大家看一下啊， 4.5毫米的，准备一根，这个跟我们针差不多长的线，给它成2股，在中间给它绕线打一个结，然后套上去。这个颜色也可以用其他的线代替啊，就是用双股的。好了，给它拉紧以后，套到这个针上，把这2根线拉直，笔画在这个针上，用左手拿着。我们的织线拿起来，也给它在我们食指上绕个线圈，打一个结，然后套到针和线上面去。好，套上去以后呢，我们起针，从外面往我们面前去绕线。好，又绕到1针了以后，又回到了我们的针线下面去了。接着继续从外面往里面绕线，好，这样重复去绕就可以了。绕1针，这样一个线圈就代表1针，然后这就2针。如果我们要起78针的话，那我们就是绕它的一半，就是39下。那大家把这39下给它绕完，2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。好，39下以后，大家怕自己弄错了，可以多绕2下，都是可以的啊。我们这里多绕1下，然后把我们先前绑在针上的这一根线给它取出来，然后拉长一点。拉长以后，这边不能过头的啊，这边的线不能过头，大家可以绑个结，防止它过头。然后把这根线搭在我们的织线上面，这是织线。搭上去就形成了一个交叉。好，现在开始来起针，这样子向下去织下针，向下织，绕线勾出来，好，再给它退掉，这样子就是1针，向下圈，绕线勾出来，好，再给它退掉，这就2针了。那我们一边织一边数我们需要的39针就可以了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自己把这39针完成。好，我这里织了38针了，然后我们再织1针，39针。好，剩余的就不要了。所以说大家不管绕多少个线啊，我们需要的是39针，那我们就织39针，绕多了就放掉。好，那我们再翻卷织物。反面的话，我们织1行上针，织的时候注意这2根线啊，不能超出我们的织物啊，也不能过了。所以说大家自己两边打个结固定，或者是把这根线给它弄长一点。好，反面我们织上针，把线拉着，针放在线下面去，是上针我们就向上圈，然后绕线勾出，好，退掉，向上圈，绕线勾出，好，退掉。我的手势是偏松的啊，大家的话织的时候按这个手势来。这一行我们全部编织上针，还是39针啊，这个针数是不变了的。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上下针起针比较麻烦的话，可以用传统的上下针起针方式，都是可以的。这个机器编起的比较好看一点，大家做参考啊。实在学不会的就用正常的上下针去起针，起完针织2针上2针下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前面也有用到。这个机器编的话，它的起完边非常的圆润平整，很好看，所以说我这里就给它更新这个机器边。好，那我们在正面来了，然后正面就织下针，
正面和反面是很好区别的，正面就是这种辫子一个小 V 字形的，反面就是疙瘩，疙瘩就是上针就向上织，辫子 V 字的就是下针，我们就向下织。啊，大家自己把这一行给它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挑。好，我们还剩下几针，把这几针织完。我们起完针以后，织了一行下，一行上，这一行下，一共织了3行。在第4行的话，就是在反面开始挑啊，先织2针上针，这里是2针上2针下。好，2针上针织完，把线放下去。好，大家看过来，现在我们线上面啊，就是我们第一次起针，线上面挂的这2针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给它挑起来。这个打结的不要算啊，它是不算的。好，这2针我们右针给它去圈起来，圈起来以后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然后我们织下针，向下织2针。好，再把线绕上来，向上织2针上针。织完线一定要放下去。好，在这个织线上面给它挑2针起来，圈上去。好，再织2针下针。好，大家看清楚啊，2针上，把线绕上来，织2针上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看过来啊，就是这个，好，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然后给它织下针。这就是2针上2针下。好，那这一行就是这样重复的啊，2针上针，把线放下去，然后挑2针，好，再织2针下，2针上，把线放下去，再给它挑1针、2针，套上去，织2针下。好，那后面的话都是重复的，大家自己把它完成。好，我们还剩下几针，一定要记住这里的话不能过我们这个织线啊，过的话那你就废了，就要重新起，所以说一定要拉长或打结固定。好，剩下几针我们给它完成，2上2下。好，有1针单上针，我们把这一针挑起来也织上针。这就是让它两边都对称，因为开头是2针上开头的，那结尾也2针上结尾。好，织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就把我们圈的那根线给它拔出来就可以了。那这个上下针我们就起好了。这边说一下这个原理，我们起针绕的是39针，线下面圈的39针，那上面39，下面39就是78针。那如果你是起80针，那绕它的一半就是40。如果说你是就说所有的起的这个针数啊是它的一半，就绕它的一半就可以了啊。像100针我们绕50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起好以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平整呢？然后我们就开始织2针上2针下啊，织几行。这里说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辫子织下针，看到疙瘩织上针。第1针我们都挑，是下就下挑；第2针是下针直接织，是上针我们把线绕上来向上织。好，是下针我们把线放下去向下织。正面反面都是这样子的啊，看到辫子织下针，看到疙瘩我们就织上针就行了。大家自己把这几行完成。好，我们织完1行，第2行的话是反面是上针，那第1针把线拉着，针放到线下面去，那第1针就上挑，啊，第2针是上针，就直接绕线织上针，就是记住第1针始终是挑的，不织的啊，一定要挑，记住挑。好，那大家这几行就自己去完成。好，我们这个帽边呢是8行完成了，叫大家数一下啊，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数这疙瘩，8行疙瘩的，那我们就完成了。刚好这边也是正面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织。第1针，每排的第1针都是挑的，
好，后面的话我们正面全部编织下针，全部向下去编织就可以了。把这一行下针织完。好，正面织过来还剩2针，我们给它织完。好，翻卷织物，反面全部编织上针，第一针都是不织的啊，把线拉着，针放在线下面去，是上针就上挑，然后后面呢就全部织上针。这样子正面织3行，反面织3行，一共织6行。把这6行完成以后，我们来挑花。好，我这里已经织了6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织。好，第一针是边针不算的，然后后面我们4针为一组啊，4针为一组花，1针下，2针下，3针下。好，第4针1、2、3、4，第4个 V 字这里穿进去。好，再给它把这一针放掉，一拉。好，1根线，2根、3根、4根，线一定要放出来啊，像这样。然后针上面有个线圈，那我们绕线，从这个线圈这里给它勾出来。好，勾出来以后，这个线圈不要拉长，我们线圈刚好跟针大小吻合就可以了。这个线轻轻带着就行了。后面就重复4针一组花，先织3针下针。好，第4针来看一下啊，从这个 V 1、2、3、4，第4个 V 字穿进去。好，把它放掉，一拉，1、2、3、4， 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后面就重复这样4针为一组花，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你看1个 V， 2个、3个、4个，对吧？第4个 V 字穿进去，好，放掉，一拉，1、2、3、4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那后面的重复大家自己把它完成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来了啊，我们1、2、3，好，第4针放。好，这里最后一针编针。好，完成以后，每次完成以后，我们反面织1行上针，正面行、反面行、正面行、反面行，一共织5行，然后我们再来挑第2组花。大家自己把这5行完成，记住第一针都是挑的，是上针就上挑，是下针就下挑啊。这5行的话，就正面下，反面上，给它完成以后，我们来挑第2组，因为这个都是上针和下针，我就不演示了。好，我们又往上织了5行，来教大家数一下行数。每次我们挑花以后，这个 V 字是比较很大的啊，比较明显的。好，这个 V 字不算，我们往它上面一个 V 字去数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第5个在针上面，这样子就是织了5圈。那我们来织第2组，第1针正挑，然后第2针织下针，在第3针放。上一个泡芙是3针，我们是在3针中间这一针里面去放的。1、2、3、4，也是从上往下数，第4个 V 字穿进去，放掉，一拉，好，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所以说第一个泡芙呢，我们是一共是前面有4针，第5针放；第2个泡芙前面有2针，第3针放。那重复这2个位置，那后面的话就是重复3针下，1针、2针、3针。好，第4针放。放之前看一下，放的这一针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一针？上一个泡芙是3针嘛，中间这一针。1、2、3、4，从上往下数，第4个孔空穿进去，放掉，一拉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再绕线勾出。只要我们针数都是对的，那我们后面就是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新手一定放之前看一下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一针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，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一针去放的，这个就是错位了。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，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
把第2组泡芙给它完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里有一个织好的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第1个泡芙和第3个、第5个是同样的位置，织4针，第5针去放。那第2个、第4个呢是同样的，先织2针，第3针去放。那我们就重复这个规律，给它知道我们需要的这个高度就可以了。后面的话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每次织完一个泡芙的话，都是织5行啊，反面、正面、反面、正面、反面，这样5行去织完5行，又开始重复去织这个泡芙就行了。知道我们需要的这个高度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后面的织法，大家自己先把这个高度给它完成。好，我们量一下，我现在织了是5寸多一点点啊。比如说我们需要5寸的时候，只能多一点，不能少一点啊，少一点就继续去织。那我这是一个3、4岁小朋友戴了一个帽子，78针的。那我们这里织的是9个花，每个朋友的手势松紧不一样，织的这个花的多少也是不一样的。那我9个花，我们主要是按这个尺寸去量，有5寸了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我们把它分成3部分，78。那每部分的话就是26针啊。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看，我们把这2部分分别圈到2根针上去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演示圈针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边就是26针，记号扣可以不用了。好，这边的一样的，给它圈起来，圈到1根针上去放着。好，我们两边26针，中间26针都圈好了。那我们断线，我们是从正面织花过来的。说我们要重复织中间这一个26针的话，我们是要从反面织过来的。所以说把织物给它翻卷，从反面开始来织中间这26针。第1针向上圈进去，然后把我们的线套到针上去，然后给它勾出来。好，再给它退掉。后面的全部编织上针，一边织把这根线给它压上去啊，给它藏起来。向上圈，然后线一上一下，这样子给它压上去，圈进去，把这根线放到上面去，就是我们的织线上面，压上去，向上圈，线又放下来，啊，就是一上一下啊，这样子，就免得我们后续去藏线了。你看，现在又放上去，好，又放下来，啊，这个藏线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啊。好，织了只剩下1针的时候，好，把这一针上挑过来，跟这一根针上面的啊，第1针2针一起向上织，就是把这边的针减1针，好，织的还是到我们中间这一针来，中间重复的一直是26针不变的，啊，慢慢变少了就是这2边的针啊，中间一直都是26针，针数不变。
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翻卷织物，至中间重复这26针啊。那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就正调过来，看像织下针一样圈进去，好，给它拨过来不直，把线拉紧。好，中间都是下针，它这里要织花的，那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织5行去给它挑这个泡芙花，还没有到织泡芙花的时候，我们就继续去织平针就行了。好，正面也是织过来，剩最后一针，最后一针，好，上圈到我们右针上来，然后给它套到我们这个左针上去，然后也是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织过来还是织到中间这一个针上面啊，就我们的右针上。那这边就是变成了25针，对吧？两边都是25针啊，慢慢减的就是两边的针。织好以后又翻卷织物，就是重复来回正面反面织中间这26针。好，是上针我们就上挑，把线拉紧啊，然后再向上去织上针。好，织到这里又剩最后一针了，一样的上挑过来不织，然后和左针上的1针、2针一起向上织，好，织过来，织到我们的右针上来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第一针是下针，像织下针一样，给它挑过来不织，把线拉紧。好，还没有排花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去织下针就行了。好，每次织到剩下1针的时候，我们上挑过来，好，放到左针上去，和左针的1针、2针一起织啊，一起剪掉，好，织到我们中间上来，好，就重复这样子去编织就行了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反面我们继续，是上针我们就上挑，线是在针上面的啊，一定要记住，然后直接织后面的上针就可以了。中间这26针，针数是不变的。我们是从反面开始剪的啊，大家记住。我这里再演示一遍，看一下啊，上针上挑过来，然后放到左针上去，和左针上的这1针、2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再翻卷织物。那我们现在够5行了，又要挑花了。挑花还是一样的，找上一个泡芙的中间那1针，这里没有，我们就继续去织，继续去织。上一个泡芙在这里，中间1针就是这1针，所以说前面几针取决于你这个泡芙的中间这1针在哪里啊？中间这1针在这里，我们就开始找1、2、3、4，
从上往下数第4个孔空圈进去放掉，一拉，1、2、3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就可以了。那后面就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。1、2、3，3，好，最后一针上挑过来，然后和左边的一针2针并一针。好，它就是这样子重复至中间这一块啊，来回去把两边的针慢慢的去减掉。这里减的话就是减到剩13针啊，然后我们再来变换一下减针的方式。所以说后面的还有几次减针，大家自己去完成。我们来说这个花泡芙跟下面是一样的，是织5行以后去挑。那第2组花也是找中心点啊。第2组花的话就是先织2针下针，第3针去放。第1组花是织了4针，第5针放的，然后重复这样子去织这个泡芙花就行了。减针的话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。我们还有2、4、6、8、10，还有10次，大家自己去减啊。因为我们是26针，减一半以后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，对，剩13针，两边都剩13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演示后面的减针。那这里前面的还有几次，大家自己去给它完成。就像我刚才演示的啊。正面织过来，最后一针和这边减，反面织过去，最后一针和这边一针一起减掉就行了。这个时候中间始终保持26针不变。好，我这边的话已经减了，都是剩13针了啊，数一下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3，这边也是。好，我们是从反面开始的，所以说我们也是从反面过来。这边两边都是剩13针，我们要减中间部分了啊。那这里的话，最后一针我们给它退出来，退到我们的织针上去，退2针。好，意思就是大家知道两边都剩13针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减针也是从反面的，所以说我们这次开始也是从正面那个反面来。那26针，这里顺2针，这里中间就是24针啊，2针一起向上挑过来，然后给它圈到左针上去，和左针的上面的这一针一起向上织，就相当于3针并成的一针，就是一次性给它收了2针，就是左边针上收了一针，中间也收了一针。那现在中间这边就只有25针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翻卷织物，第一针还是一样的，挑过来拉紧线，好，再去织后面的。好，织到这边也是剩2针，然后我们上挑过来。好，这2针挑过来以后，我们给它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然后3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这样子中间就只有24针了啊。再翻卷织物，
就是我们收两边的同时，中间也给它收一针，我们中间一共收5针啊，就是正面反面各收5针。上挑向上织，我们再演示一遍。好，也是剩下2针啊，不要忘记了，差点忘了。好，剩下2针上挑过来，然后给它圈到左针上去，和左针上的1针一起3针一起向上织。好，这边反面剪了2次了。好，正面再反转织物，这边也该排花了，我们就排花。排花的话，还是继续去找泡芙中间这一针啊。泡芙中间这一针就是这里，就先织2针，然后第3针放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好，每次最后剩2针，套到左针上去，和左针上的1针一起3针并成1针。好，这样子我们两边各减了2针，还剩下两边各减3针，我们自己去完成啊。我们减到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13针嘛，减5次，那这边就剩8针，这边也剩8针。那我们中间是26针的，一边减5针就是10针了，那中间就只剩下16针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演示后面的减针。好，我们中间剩16针，两边各剩8针啊，就这样2、4、6、8，两边都是8针，2、4、6、8。因为我们是从反面开始减的，所以说我现在的话又织到反面来了。中间是16针，这里织15针过来，16针在这里啊，我们上挑过来，啊，又恢复到只减两边的啊，中间就不减了。好，这是第16针和左边的这一针，2针一减。好，减掉以后，这边就剩7针，中间还是16针。现在我们就跟第1次减针一样，重复织中间这16针，减两边的剩下的8针啊，两边各剩下的是8针。好，正挑，先拉紧，再织下针。啊，就每次织了只剩下1针了，然后挑起来，和左针的2针并成1针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啊，正面反面两边织过来，都和这边的针去给它相减就行了。减到最后没有，我们只的减到最后剩1针的时候再来演示，大家剩下的就自己去完成。这个帽子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我现在减了一边，还剩下2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继续去织2行，就这个中间这16针就比较超出了这个边缘，所以我们一边还剩2针的时候，看一下啊，那我们就把最后2针一起收掉。第1针上挑，然后中间都是上针。如果大家中间没有凸出来的，你就一针一针的去减。
好，这里最后的话，我们给它3针并针啊，就是最后2针一起给它织掉了，剪掉了。这样子，它这里跟这边是平的。然后织到这里，最后1针也和这边2针一起给它收掉，就是3并1，一起给它剪掉了。好，这里中间就是剩下了16针，这个帽子我们就完成了。好，这个帽子织完以后，我们来挑这2边的这个针数，还是为了方便大家看，我用另外的针去挑啊。这样子。对应的一个 V 字 ，V 字，好，看一下非常明显的这个 V 字，对吧？我们挑外面这根线，一个 V 字去给它挑1根线啊，靠里面那根啊，那根线，这样去挑。因为我们每一行都是。这边是挑针，反面是直的，所以说我们都是对称的啊。把这些 V 字的靠里边的那一根线给它全部挑起来。大家挑的时候，给它调好一点啊。好，这边调好以后，我们来挑这边的。一样的是靠里面的那根线啊。这里不好挑的话，太紧的话，可以用小1号针去挑，用4.0的。这里我就不一一演示了啊，大家自己把这边的挑完，挑完以后看2边的针数。好，这个帽子我们已经挑完了，我2边各挑的是34针。大家如果2边挑的针数不一样，要么重新去挑了一样的针数，要么呢就后续去加起来。34再加这个中间的16针，这里的话就是84针。我们需要这个衣服的尺寸是85，所以说我们还差1针要加针。每个人挑起来的针数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说不管是挑了多少针，那我们最终的话是要85针，不够的我们去加起来。这边我们演示一下怎么去加。我们用环形针去织，先把针圈进去，然后把线套到我们的织针上。
然后给它织下针，一边织一边把这个短线头给它压到我们的织线上。我刚才扯掉了一针啊，就给它这样子压上去。好，我们再来演示一个加针。这里我们就是少了一针，我们可以到中间去加。如果你是少了好几针的，大家就分别啊，就平均去加起来。那我这边只差一针的话，那我把这一针就在中间去加啊，两边我就不加针了。大家如果是差好几针，一定要去给它分别去加起来。我们把它织到中间的来。好，来演示一下加针哦。加针就是把这一针下针织完以后，织左边的不放，然后我们直接织到后面那根线去，啊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。好，再给它一针里面就是这样织出2针出来了，这就加针。那我们只差一针就加一针就行了，那后面就不需要加了。大家如果说是差好几针的，就平均这样子分布去加，加到我们需要的85针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有线头的地方，我这里掉了一针。好，织到这边来，这边有线头的地方，我们都给它打结，固定起来。然后这边还是全部给它编织下针啊，然后把这个线头一边织一边压进去，就能压进去的、能藏进去的，我们就现代的给它藏进去，免得后续我们再来慢慢藏线。这边是34针啊，我们一共数着有85针就可以了。大家自己把这个平针给它完成，把这一行。把这一行下针给它织完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个帽子的话，我们把正面加针加完以后，反面是上针，我们织过来啊。就是记住第一针和最后一针，我们正反全部织下针。好，我们正面加针，反面织了一行上针过来以后，我这边已经用记号扣挂起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就是85针，3、4岁小朋友穿的啊。那85针呢？那我们前片左前片和右前片都是13针，肩膀处也是留了13针。那颈部4个爱，我用记号扣给它挂起来了。这里就是颈部加针的地方，有4个爱。我就用把记号扣给它把这2针给它挂起来了啊。那后片就是25针，大家按着这个去织就行了。那现在我们要织的就是这个引反这个衣领部分。那我们从这里织过来，好，织到这边，这里写了1，我们就引反1针过来，有3个1，就引反3次，1针1针的啊。那现在我们开始来演示。第一针直接织下针。这里记住要织，这里第一针记住一定要织，正反都织下针。好，这里是13针，是我们要引反衣领的针数。好，这里是2根筋，是加针。先我们右边加针。食指放到线下面去，啊，把线这样子套到了一个圈了，然后我们的针从这个线圈从下往上给它圈进去，啊，这就加针。筋的话，我们是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下针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。织完以后2针同时退掉。好，那左边再加针，还是一样的，食指放到线下面去。这样子就套了一个线圈，
那针再从这个线圈下面给它穿进去。好，这就是加针啊。记号扣是织2根筋，右边左边同时各加1针。好，那其余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正面全部编织下针，反面的话都是上针的。好，看一下啊，又到了记号扣的地方，以后每次正面到了记号扣的地方都要加针。好，把线套一个线圈，套到我们的针上去。记号扣套上了这2针是织鱼骨花，先去织第2针下针，再来织第1针下针，然后勾出来2针同时退掉，再套线加1针。好，加好以后，我们继续去编织。好，又到了记号扣的地方，右边先套线加针，然后记号扣的这2针，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这是一个鱼骨花，然后2针同时退掉，在左边绕线加针。所以说大家织完以后就按我这样去排，前片13针，然后2根筋，肩膀13针，再2根筋，后片25针啊。然后再2根筋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13针的肩膀，2根筋，然后13针的前片。然后我们这里从正面开始引反的啊，要织过记号扣的地方。好，第4个记号扣加针，织鱼骨花。好，左边加针。好，我们先引反1针过来，那我们就织1针过来啊。一共要引反3个1，就每次只织1针过来。那织了1针过来以后，就翻卷织物，这边剩下的就不织了。反面，第1针是上针，我们上挑，这个时候线在针上，上挑过来，线给它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，再绕一下线啊，给它线拉得紧紧的。这时候大家看到没有，1针看出来有2根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记住这个位置啊，1根线，1针里面看出来是2根线，记住这1针。绕线上来以后，后面的全部是编织上针的，我们全部向上去编织就可以了。加针的地方也是向上去织，我们把上针织过来，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。那我们从反面织过来了，织到这边记号扣这里。然后这边数13针，就是前片的针数。那我们也引反1针过来啊，正面引反1针，反面也引反1针。那我们就织1针过来。好，织过来以后，我们再翻卷织物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后面的这12针就不织了。然后我们第1针呢，就正挑过来，正挑过来以后，把线拉紧。它是下针，我们向下挑过来啊，把这个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好，这样也是变成了1针，变成了2根线，对不对？好，后面我们继续。这个是我们第1次加针的那1针，给它织掉。记号扣挂的这2针是鱼骨花，在它的2边加针，先右边加针，然后再来织鱼骨花。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。好，织好2针同时退掉，然后再绕线左边加针，其余的全部都是下针，我们织过去。
好，我们又知道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了。大家如果说不清楚哪2针是鱼骨花，看过来啊，你看我们加针出来的这个印子是很明显的，这一针，那这一针我们是要织过来的，是在鱼骨花2边去加针，加了针以后就去织鱼骨花。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然后2针同时退掉，然后左边再加针。好，这一针就是我们先前加的。好，中间全部都是编织下针，直到记号扣我们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又知道这个记号扣来了，一样的啊，你看加针的这个印子，它这里下面是有一个孔孔的啊，不像这里针长的话都是你看有纹路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一针给它织过来。然后加针，再织鱼骨花，先去圈第2针，再来圈第1针，然后2针同时退掉，在左边加针。好，这个就是4个记号扣的位置加针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后续的话，针数越来越多，我们中间2个记号扣的位置加针，我们给它省略掉，大家记得自己去加，是一样的啊。那我们再来一遍，记号扣右边先绕线加针，然后再织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织完2针同时退掉，在左边加针。好，这一针是我们第1次加的那一针，这一根线，这一针它是2根线，是我们引反的那一针。我们这里2针一起向下织啊，2根线啊，一起向下织。好，然后再接着引反1针，再织1针过来，再翻卷织物，然后还是一样的，上针上挑，线在针上把线拉紧，这个时候就变成2根线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绕线上来。中间全部是编织上针，全部向上去编织。像这个加针的这个啊，也是织上针的。好，大家自己把上针一直织过来，织到这边来引反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。这里的话，最后一针它也是2根线的，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。你看，你如果去单独织，它就放不掉。好，从侧面看，是不是它是2根线？这就是最后一针了啊。那我们这里是上针，我们织上扭针，就是织后面的2根线，看到没有？从下往上去织后面2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那正面引反了1针，反面也引反1针。好，引反完以后翻卷织物。第1针还是一样的啊，向下拨过来。给它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这样也变成了2根线，看到没有？每次都这样子的啊。然后织下针，织下针，然后织下针，织到这个鱼骨花，看到没有？鱼骨花是比较明显的啊。然后加针，再织鱼骨花。好，在左边加针。好，其余的编织下针。现在呢，中间2个记号扣加针的，我就不演示了，我们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演示。中间呢，大家自己记得去加针啊。好，我们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演示，绕线加针，织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好，退掉，然后左边加针。好，这是每个记号扣都要做的啊，我们每次都是正面去给它加针。好，最后一针也是很好认识的，你看它也是2根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这里就2根线一起向下织。好，再引反1针。我们这个一针一针的引反有3次了啊，所以说我们3个1，这是最后一个1了。那我们引反了以后就翻卷织物。好，上挑，把线拉紧，再绕线，然后反面全部是编织上针的。这里上针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自己把上针织过来，织到这边来引反。好，我们又织过来了。好，每次最后一针它是有2根线的，
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织后面2根线啊，从下往上去织后面那2根线，然后也引反1针过来。好，一针一针的引反3次，我们引反完了。我们是从正面开始引反的啊，反面就完了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继续正调过来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是不是都一样的啊？这个第1针都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后面的我们就编织下针。好，到了鱼骨花这里是不是很明显了？加针。然后再织鱼骨花，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2针同时退掉。好，左边加针。好，中间都是下针，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，记得去加针啊。这2个我就省略掉了，我们到这边呢再演示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。好，最后1针也是2根线，我们把这1针给它织过来。我们一针一针的引反3次已经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引反2针的3次啊，有3个按，那我们就是引反2针，好，先织1针，再织1针，好，2针了，再翻卷织物，2针2针的也是3次啊，上调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，再向上去编织，好，中间都是上针，我就不演示了。全部编织上针织过来。好，我们织到反面过来了。好，反面每次最后1针都是织上扭针啊，就织后面2根线。然后我们正面引反的是2针，那反面我们也引反2针，也就是织2针过来。好，然后这翻卷织物，这个衣领引反就这样重复的去引反就可以了。我们刚才引反了1次了，还有2个按，每次引反2针，还有2次，我们继续来引反。每次第1针正面正调过来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上往下绕线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们编织下针，正面全部都是平针。好，织到鱼骨花地方来，右边加针。然后再织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好，同时退掉，在左边加针。好，中间全部都是织平针，然后中间这2个记号扣的地方啊，鱼骨花两边记得去加针啊，这边也记得去加针，我就给它过滤掉，我们到这边来再来演示。中间的大家记住去加针啊。只要是记号扣的地方，这4根筋每次正面都是要去加针的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了，右边加针，然后织鱼骨花，然后左边加针，其余的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每次最后1针就是2根线的啊，非常好认的。给它织过来，然后再织1针、2针，好，这是引反2针，第2次给它翻卷织物。好，反面还是一样的，上调，线在针上，拉紧线，从下往上绕线，好，在线上织上针。这里反面全部都是编织上针，我们自己织过来，一直织到这边引反的地方来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还剩2针。好，最后1针你看一下，非常明显对吧？那我们就织上扭针啊，从下往上去织后面那2根线，然后又织2针过来。这个引反的话它是一样的，我们只要记住规律，1针的引反3次，2针的引反3次啊，记住这个规律就行了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。你看第1针正调过来，把线拉紧，从上往下绕线，对吧？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它的这个规律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啊，给它记住，1针的引反3次，2针的引反3次。好，加针，你看每次到了这个记号扣，这个鱼骨花我们先右边加针，再织鱼骨花，然后在左边加针。好，
把鱼骨花织完，在左边加针，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后面呢全部编织下针。那中间这2个鱼骨花一定要记录去加针啊！我没有演示，但是我们每次是必须要去加针的。然后我们接着到最后一个来再演示。好，织到最后一个记号扣来了啊！我们右边加针，然后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这是鱼骨花，再同时退掉，在左边加针。其余的都是编织下针。好，每次最后一针你看都是2根线的，我们给它织了。好，这里的话2针，好，这是第3次的2针啊，2针2针的第3次引返，最后剩一个4针。好，再翻卷织物，反面一样的上挑，把线拉紧，再从下往上绕线，然后向上去编织上针。好。因为反面全部都是编织上针，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自己把上针织过来，织到这边来引返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针来了，从下往上去织后面2根线，然后正面织了2针，反面也织2针过来，然后剩下的是4针，再翻卷织物。好，2针2针的引返3次完成。现在我们引返最后一次啊，把线调过来，从下往上绕线。好，这里全部编织下针。好，绕线加针，鱼骨花。先织第2针，再织第1针，2针同时退掉，在左边加针。每个记号扣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定要记住去加针，记得去加针啊。然后我们到这边来引返。好，我们织到最后一针来了，剩下的4针我们直接织，这是最后一次引返啊。然后说一下，这边是它没有门边的，门边我们到时候是要挑起来织这个上下针的啊，织这个2针上2针下的。然后我们第1针，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第1针，我们正反都去织下针，就方便我们后面去给它挑针啊。正反全部编织下针。啊，现在是在反面，第1针我也是织下针的，然后中间都是上针，那我们把线绕上来，然后中间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这反面的话全部都是上针，啊，一直都是编织上针啊，织过来，织到这里的最后引返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织上9针。好，最后4针。记住，最后一针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，正反都织下针，所以说最后一针我们要把线放下去织下针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引返衣领就已经完成了。这边说一下，我们是没有织门边的，这门边是后续我们要挑起来织这个2针上2针下的。那这里的话，正反第1针一定要去织下针。再说一下这个加针，如果小孩现在才2岁，然后呢你是6团线，你想知道3岁穿的，加18次针就行了。怎么去数针数呢？啊，数这个啊，这样子，你看一个孔对应的就是加了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、6、7、8这样子去数，也可以数前面。我们前面是13针，如果我们加18针，13加18就是31。所以说你到了这个鱼骨花，这前面是31针，就说明你18次加完了。19次针的话，就是你是32针。如果你是20次针的话，加了20次的话，加13就是33针啊。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区别我们加了多少针啊，这样子去数，这是一个方法啊。然后我把这个帽子这样子比划着给大家看一下。
好，这就是一个帽子。然后我们现在织的这一个呢，是衣服的上部分。好，这4根筋加针，衣领我们刚引反完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继续去加针啊，往下面去加针就可以了。这就是衣服的上半身部分啊。1个记号扣，2个记号扣，3个记号扣，4个记号扣啊。6团线的朋友给它加18次针。那我们后面的加针都是一样的，自己去完成。完成以后，我们到分袖子的时候再来演示。好，我们这个加针加到自己需要的这个针数了啊。如果说3岁的，我们加19次就行了；4岁的20次、21次，看个人的手势。那如果说我们知道需要的这个，加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针数了以后，我们就来给它分袖子啊。先把这个前片给它织过来。这前片的话都是平针。好，织到这个鱼骨花这里来了。鱼骨花我们织1针前片来，然后留1针分到袖子上。然后我们开始来圈。我们先准备1根线啊，这个线跟我们织线是一样粗细的，然后弄成双股，一定要弄成双股，然后把它给它圈起来。这里第1针是鱼骨花啊，鱼骨花这个筋就是2针嘛，1针分到前片，1针分到我们袖子上，然后给它这样子圈起来。这边不要过线了啊。好，一直圈到这个鱼骨花筋部加针这里，这里也是2针，我们挑1针到袖子来，然后留1针放到后片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它绑起来啊。好，把我们这个圈的这2根线给它绑起来，一定要绑起来，不能掉了啊！掉了的话我们就白搭了。好，就这样子绑起来以后呢，前片连接后片，我们加6针，这样子绕线，加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。好，然后我们去织后片。后片的话也是全部织平针，这样子全部向下去编织。我们织下针一直织到这根筋这里来啊，织到这根筋来，然后我们来穿这边的袖子。好，我们织到也是织到这根筋上来了，然后也是把1针放到我们的后片，然后1针的话也是放到我们的袖子这里，然后给它圈起来，像刚才那一样圈啊。然后我们穿到这根筋，好，这里1根筋穿到我们的袖子上，同样的把这个线给它剪断，好，一样的啊，给它绑起来，一定要记住给它绑起来。这里是后片，这里是前片，后片连接前片，这里也是加6针，这是袖下啊，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来连接前片织下针。
好，织完了正面，那我们来织反面啊。第一针反面都是织下针的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然后织上针。反面都是这样织的，每排第一针织下，然后中间全部编织上针。好，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袖下加针的这6针啊。很多朋友织了拉的线很长就不好看，我们织的时候给它轻轻放啊，这样织一针，好放掉，2根针不要往两边拉啊，就这样轻轻挨着，然后接着去织第2针，好放掉，又2根针挨着，2针了，3针了，4针。5针，好，6针织完，好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我们织的时候，2根针不要往两边拉啊，一定要轻轻挨着它。好，那另外一边的袖下的6针，大家也这样子去完成。那我们这是在织袖下的第2行啊，然后我们再织4行就来挑花，就是正面再织2行，反面再织2行，然后我们就来织泡芙花。这4行大家自己完成。好，我们袖下这里已经织了6圈了，从这个加针袖下这里加针这里数起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织泡芙花。第一针编针不算，然后后面4针一组花，重复4针一组花去编织就行了。那我们先织3针下，1、2、3，第4针我们是放花的。从这个 V 字开始算啊，针上面圈的，下面这个1个 V、2个、3个、4个，第4个 V 字这里圈进去，然后给它放掉，针一拉，然后挑1、2、3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，它跟帽子的织法是一样的。那后面都是重复4针啊，一组花去编织，然后织3针下针，好，第4针1、2、3、4。放进去，好，放掉，一拉，然后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大家就重复这样织3针下针，一定要记住是3针下针。第4针放啊，然后从上面数1、2、3，第4个 V 字圈进去。好，放的就是4根线，不是3根，也不是5根啊，是1、2、3、4，然后呢？第5针是在这里线圈圈起来的，那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把这一行全部给它排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织到边边来了，3针一定要记住啊，3针下针，第4针放1、2、3，好，第4针放。好，最后还剩2针边针给它织掉，然后我们织完这个泡芙花以后，反面织1行，正面织1行，反面行，正面行，反面行，一共织5行。织完5行以后，来挑第2组。那这5行的话，大家就自己完成，就是记住反面的话，第1针织下针，然后把线绕上来，好，中间全部编织上针啊。那大家自己把这5行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第2组泡芙花的编织。好，我们已经织够5行了，还是一样的，来给它数一下啊。就是这个挑花的这个 V 字非常大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从它上面开始数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，非得5个 V 字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说明还没有织够5行。那有了5个 V 字了，我们就开始来排第2组花。那我们第1组花，我们可以理解为织的是4针，第5针放的。那第2组花，我们织2针。好，第3针放，可以这样理解啊。大家也可以理解为，我们放的这一针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一针，3个泡芙是不是3针？中间这一针就是这里啊。
来1、2、3、4，不会记的朋友记住，第一组花织4针放，第二组花织2针，第3针放。好，这样子去记。那后面的话都是3针下针，第4针放，也是重复4针1组花的编织。但是我们织的时候要注意，1、2、3，第4针的时候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，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这一针？是的话，我们就放心去放啊。大家刚开始织的时候，先对一下，对上了我们就放心的去放针。1、2、3、4，你看上一个泡芙是不是3针？好，中间这一针放啊。不会记的朋友一定要记住，第一个泡芙织4针，第5针放；第二个泡芙是织2针，第3针放。啊，就重复第一个和第二个泡芙的位置，去重复的去编织就行了。知道我们需要的这个长度啊。那后面的话我就不一去演示了，因为这个泡芙跟帽子的泡芙织法是一样的啊。我们知道这里的话，基本上的话都是会了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帽子已经织过了的啊。那大家把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给它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织这个上下针和收尾。好，我下面这个衣服已经织了13组泡芙，这个长度的话大概就是6寸半，我给大家量一下啊。每个人这个手势松紧织出来这个长度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长度，还有就是看衣服的比例，因为是外套，我们宽度可以比长度稍微宽一点，所以说我这里的话13组泡芙就可以了，织14组也行。那我们在知道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以后呢，那我们来织这个一边我们织的是2针下2针上。织之前数一下针数，针数要4的倍数余2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开头2针下针，结尾也必须是2针下。那我们这里数了针数的话是多了1针，在我们织的过程中把这一针给它收掉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织，先织2针下针，直接向下织。然后再把线绕上来，织上针，织2针。我们这里换4.0的棒针去织这个环形针去织一边啊。织上针织完一定要把线放下去，再织下针，然后下针织完把线绕上来，再织2针上。2针上针织完，再把线放下去，再织2针下。因为我们换了细号的针去织，所以说不需要去减针。再加上上面是泡芙，它是平针，它本身就比上下针它就要显宽一点的，所以说这里不需要去减针啊，就是在算总数就是4的倍数余2的时候有多几针，我们就把这多余的去给它减掉就行了。我这里多了1针，我们等一下到中间的时候去给它收啊，就直接就这2针并1针就可以了。大家多几针的话就给它收几针，给它分布的去收，不要在一个地方。我这里刚好只多1针，我就到后片去收啊，前片的就不动它了。就直接是2针上2针下，给它去重复去编织，这样子的规律，2下2上。好，来演示一下收针，直接这样子多1针，我们就直接2针并1针，我只多了1针我就减掉了啊，2针并1针就减掉了。那后面的就不需要去减了，就直接按着2下2上的这个规律，把这一行给它全部排完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知道最后开头是2针下，结尾是2针下，就两边是对称的啊。然后我们从第2行开始就看花纹去编织，疙瘩就是上针，辫子就织下。第1针的话我们都是要去织的啊，正反的话我们还是采用第1针正反都织下针，然后第2针是上，就把线绕上来织上。这个也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习惯，反正第1针都要给它织掉。好，
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12行14行，看大家自己织到一个松紧啊。如果你织的紧，你14行也可以；织的松，12行也行。主要是看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。那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的长度以后，再来收尾。这里的话2针上2针下，大家记住，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，看到疙瘩，看到2个坨的就织上针，看到2个辫子的就织下。上针就是把线绕上来，向上去织，向上一圈。好，织完线一定要放下去，再织2针下针。好，那这里10几行的大家自己去完成啊。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演示收尾。好，我这个一边的话织了12行了啊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，我觉得这12行也够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来收尾，我们用短针，用一个短针，第一针织下针，第2针我们就向上去编织，然后把这根线从后面给它拿上来，再绕线勾出，然后挑起前面一针，套过第2针就行了。好，那第3针我们就向下，再把线从后面放下去，再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一针，套过第2针。好，第4针向上，接着把线从后面放上来，好，再绕线勾出，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。我们平时收是这样子的啊，大家看过来，向下，向上，左手拿针，右手把线从这个针后面给它这样子绕线，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把线放来放去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就记住，我们是2针上2针下的。那第1针呢，就永远向下去织；第2针我们永远向上去编织。好，把针拿着，好，右手把线直接拉过来，拉到前面来绕线。好，第1针永远向下，第2针永远向上。把线从这后面给它直接绕到前面来，绕线勾出就行了。那这个上下针收尾，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去给它收完就可以了啊。收的时候呢，不能松，松了就不好看啊，稍微给它紧一点点。那后面的大家就自己去完成。好，我们收了还剩下几针了，你看第2针永远向上。第1针永远向下，第2针一直向上。好，收完以后，最后一针，大家顺带的时候给它把这里给它拉下拉紧一下。好，拉紧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线圈给它拉长，然后给它断线。好，这个线头从线圈这里穿过去，穿过去的时候也是尽量的慢慢一点拉让它这里紧一点，不要出来了。好，弄完以后呢，我们这根线头就给它穿到这个大鼻针上去，给它藏起来。藏在这里面去按着这个下针的这个纹路去给它藏线头。然后大家顺带的就可以把衣服上所有的线头一起给它藏起来。好，这衣服的主体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织这个一边，挑一边织。好，衣服主体完成，我们现在来挑一边。这边是左前片这样子放的，这边是左边，这边是右边。一般的话，像小孩子自个比较大了，会扣扣子了，扣子缝在这里，这边扣眼就是左边那我们先挑左边，因为我们正反都织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都是非常明显的看，这里有一个 V 字外面的这里去给它挑，因为每行都织了，所以说我们这里我们就按着
挑4针空1针，再挑3针空1针去织，用4.0的穿进去，把线套到针上勾出来啊，然后再穿进去。一边织的时候，这个线头也给它压上去啊，压到我们的织线上去。2针、3针、4针，然后给它空1针。你看，就是这个孔孔，不挑，我们到下一个孔孔去给它挑啊，就是要空一个孔孔。好，那后面的话就挑3针空1针，这一针也要算1针、2针、3针，这样子7针为一组啊。3针以后也要空1针，就这一针不挑，到下一个孔孔去挑。好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孔孔我们就空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后面就重复挑4针空1针，挑3针空1针，这样规律去给它把这个整个给它去挑完啊。2针、3针、4针，好，空1针，到下一个孔去挑。就有的人如果织的特别紧的，就全部按挑4针空1针都可以啊。2针，我的手势是偏松的，所以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挑3针空1针的，好，空1针再去挑。1、2、3、4，空1针。1、2、3，好，空1针。1、2、3、4，空1针。1、2、3。我们在挑的时候啊，注意一下，它这个从泡芙开始，这里，从这里开始织泡芙的这里，我们数一下多少针。我们以这个泡芙为主吧啊，这个如果我们就是对不上的话，我们就对这个泡芙，对这个泡芙，我们用记号扣给它挂起来。这边挑了多少针，到时候这里边的上面也要挑相同的针数。同样的，从这个泡芙第2个泡芙算起的话，这里挑多少针，那下面的也是从第2个泡芙算起，一样的针数要挑一样多啊。所以说这里注意一下，挑的话还是按这样子的规律去挑，就是说这个部分的针数要跟这个部分的针数对上一样多，这里的和这边的针数一定要对上。那其他的后面的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去把它挑完就可以了啊，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。好，我这里已经挑完了啊，我们这里按4针空1针，挑3针空1针，这里就是7针为一组啊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啊，4组。那另外一边的话，我们到时候也同样的这个位置去给它挑4组。那这里我们数了一下啊。这里的话是7组在于4针，那我们的总针数的话，我是95针，我们针数也要4的倍数余2，就总针数啊，总数从开头到结尾这总数除了够4再余2，那我这里多了1针，到时候我们给它减掉就行了。
意思就是开头是2针下，就结尾2针下，开头2针上，结尾2针上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。那我们现在调好以后开始来织，我们反面先织2针上针，在正面它就是2针下，然后把线放下去，再织2针下针，下针织完把线放下去，再织2针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织2针下，就按照这个2针上2针下的规律给它去排完。这里多了1针的，我们给它收掉就可以了啊。还是采用2针并1针的方式，直接去给它剪掉。好，我只多了1针，我就给它剪掉了。这里全部就按2针上2针下去给它排完。每个人调的针数是不一样的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总数除以4再余2。简单来理解就是开头是2针上，结尾要2针上针。那大家的话，自己把这一行给它去排完。好，我们知道后面最后2针，开头是2针上，所以说结尾也是2针上针。然后接着我们织这个第1针，我们去给它去调啊。从第2行开始，第1针我们去调，它是下针，我们就正调过来。好，第1针正调过来啊，直接是下针就正调过来，把它拉紧，然后第2针织下针，然后看到疙瘩织上，辫子织下，跟一边是一样的。那这个一行我们织完，等一下在反面那一行我们去挖扣眼，大家自己把这一行给它去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在挖扣眼之前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位置啊。我们一般就是把一头一尾的2个扣眼的位置给它标示出来。你看我这里上面留了4针，下面也留了4针，那我是在这个这里第5和第6针这里挂个记号的，这边也是第5、第6。那我们就找中心点啊。这样子数这个下针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，我这里数了就是10组，这边也数了10组。那刚好中心点的话是2针上针的位置，我就给它做个记号扣。然后这2个记号扣的中心点，那就一边数5组，也是一个上针，这边也是5组。好，这边也是找中心点，这里5组，这边5组，然后它也是一个上针。那我们把扣眼的位置用记号扣给它标示出来了以后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挖。这边我们从反面开始织啊，这里就算是在织第3行。第1针是上针上挑，把线拉紧。好，第2针是上针，直接织上针。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织2针下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采用先减后加啊，把扣眼留上一点。它是上针，那我们就绕线，再给它2针一起向上织。上针织完以后，我们就把2针并成1针，减了1针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要加1针出来。这里是下针，那我们织下针是把线放下去啊，但是我们这里要加1针啊。上针这里不用去绕线，直接把线放在这里，直接去织下针。这个线就没放下去，就相当于加了1针。你看这里就有一个线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就相当于加了1针啊。
那后面呢就按2针上2针下去给它编织。好，直到这个记号扣来了，我们在反面它是下针，好，那我们这里先减后加，是下针，我们就直接2针一起向下织。好，减了1针就要加1针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又是2针上针，那我们再绕一下线，所以这里的话减1针，绕2下线，再去织上针，一定要绕2下线。好，你看一下。我们看的绕了2下线，因为我们织上针了，这里就只有1根线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绕1下的话，你去织上针那就没了啊，所以说就没有算加针的，就不算留扣眼，这里一定要记住。后面的话都是跟这个一样的。好，先减后加，因为这是上针，所以说再绕一下，就是绕2下线。好，2针下针一起向下织，绕1下线、2下线，再去织上针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就先加后减啊，让扣眼再下一点。好，我们先加后减，因为它是上针，所以说也要绕2下线，再去给它2针一起向上织。每个人排列不一样的，但是大家要按着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去织啊。好。第1针正条不织，把线拉紧。第2针织下针，好，再织2针上，2针下。这个就是扣眼的位置啊。如果我们直接去织，这个扣眼太大了，所以说我们去织后面那根线，就织下扭针啊，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啊，这就是一个扣眼啊。这样扣眼就完成了。如果大家是那种很大的圆扣的话，就直接织上面这根线就行了。我们这是小圆扣啊。好，碰到上针的时候，我们织上扭针也是织后面那根线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就从下往上去织啊，织后面那根线，这叫上扭针。啊。
这是给它展示啊，但是你不一定是跟我这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就是碰到这个这个纽扣的位置是下针，我们就织下纽针；是上针就织上纽针就行了，就让那个扣眼小一点。这毛线的话都有这个韧性，对吧？都能织的，那个扣子都能扣进去的啊。如果我们织上面那根线的话，扣子容易掉。好，又碰到这个了啊，上针我们就织上纽针，织后面那根线向上织。这上纽针。我们把这一行织了，反面再织一行，正面再织一行，反面织一行，就可以收尾了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是跟这个一样织的，但是它不用挖扣眼啊，就直接织2针上2针下，织相同的这个行数以后就去收尾。收尾的话就跟一边上下针收尾是一样的，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啊，大家的话就自己去完成。是下针我们就织下纽针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扣眼都挖好了。那记号扣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取掉了啊。那大家自己把剩下的3行完成以后，就去收尾。收尾的时候，上下针收尾给它稍微带紧一点啊。那我们再说一下，这两边的挑针要一模一样多。就是你这上面的话是挑了啊，挑4针空1针，挑3针空1针，就7针为主。这里是3组的，那这边一样的3组啊。就是3、7、21针，那这边的话是8组，8组我们这边也要8组，再余4针，这边也要余4针，多余了1针再去减，就挑的针数要一样多啊。那后面的大家都是自己去完成，织完3行去收尾，锁针是跟这个上下针收尾是一样的。我们正身织完了，我们来说一下袖子。我这只袖子已经完成，袖子我用的是4.5的棒针织的，袖口换4.0，这里是织了10行。来说一下啊，那我这里是13组花，因为我们平针跟这个花它是有区别的。那我们如果说是10组，那我们想下面织5组或6组的时候，我们给它这样子去对齐。比如说我们想袖子织6组的话，6个花的话，我们下面就数6个花，这个平针就织到这个地方来比划着啊，就这样子。织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子平放着，好，平放着。那这里下面有6组，那我们到这里的话就开始要去织泡芙花了。那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这里挂一个记号扣。再一个说一下减针，我这里的话是织6圈去减的，6圈左边减1针，右边减1针啊，一次性减2针，好，6圈又减1次，6圈减1次，我减了4次。现在我们来演示袖子的编织，先准备4.5的棒针，好，把这个打结的给它拆开。拆开以后，我们按着线圈圈上的这些，给它圈起来。这里有多少针，我们分别圈到3根针上去就行了。一边圈就把这根线给它拔出来一点，然后继续去圈，好，又拔出来一点。好，
一根穿好以后，我们再换另外一个针来穿，这样子分别穿到3根针上去。那大家自己把剩下的这个针给它穿起来。袖子穿起来以后，我们衣服袖下这里是加了6针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也要挑6针起来。然后我们先从左边挑3针，右边的等一下再挑啊。找到1、2、3，第3针穿进去，然后把这个线套上去，给它勾出来，1针，然后一边织也把线头给它压上去，2针。3针，过渡的这个地方，大家如果有空缺的话，就去给它挑1针起来，就空缺比较大的话，如果你连接，你觉得这里没有孔，你就不用挑啊。像我们连接针上面的这个针数。这里针上面的全部织平针，一直织到这里来。好，我们织过来了，给它来连接剩下的这3针啊，给它去穿起来。1针，2针。3针，55针加这6针就是61针，那我们这里整个袖圈就是61针。那每个人挑起来这个针数是不一样的，那我们自己要计算要减多少针，因为我们这个泡芙花的话，它是4的倍数啊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减多少针，留多少针，这里一定要计算清楚。我是61针，减了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4次就是8针，那就是53，剩53。然后我在织泡芙花之前的话，那一行也减了1针，那这里泡芙花我留的是52针啊，这里是52针织泡芙花的。那大家也要计算清楚你的总针数是多少。我们泡芙花要留多少去给它去织，所以说我们多余的针数在这里分别去给它减掉就行了。你像我这里就多了这个6针对吧？那多了8针，那我就平均去给它减了4次，就是减了8针了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给它算一下这个总针数啊。那我们如果说织到这里，我们袖子想织这么多泡芙的话，那这个行数以内，我们去把多余的这几针去给它收掉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就是去穿织6圈，这里已经1圈了，我们还织5圈再来减针。那剩下的这5圈全部织平针，大家自己去完成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在减针的时候来演示一下。啊，这里全部织平针去穿织下针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里我们织够了6圈，数一下啊，这样子数1、2、3、4、5，第6个在我们的针上。那我们开始来减针，把第1针当做中心针织掉，然后第2针和第3针给它2针并1针，给它减掉1针了。然后后面呢，我们就去织下针。像我们如果小孩子衣服比较小的，像织1岁、2岁、3岁的，我们可以织5圈再去减啊。我这里是3、4岁、4岁左右的，那我就是织了6圈去减，因为我这个衣服要大一点。3岁以下的全部织5圈，第6圈去减针，按照这个规律去减。
这里全部织平针。好，剪到这里的话剩3针，最后一根针啊，第一针和第二针2针一起向下织，好，最后一针当做边针，就开头一针和结尾一针为中心针，两边去减针就行了，就重复这样子。衣服小的就重复织5圈，向上织5圈，第6圈去减，就按照这个规律去减针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第一只袖子织完啊，在这里就开始做记号的。那我们第2个袖子的话，也是织到这里，去数行数啊，就这样数，这样一个 V 字，这样子数相同的这个 V 字。我这里是最后一次减针，第4次减针的地方做了记号扣，所以说我们这边也是减到第4次做记号扣，然后就开始来织这个泡芙花，织6圈再挑泡芙就行了。我们到挑泡芙的时候再来演示。后面的减针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中心点、中心2针左右去减针啊，隔6圈去减一次。衣服小的就隔5圈，织5圈去减一次就可以了。减了剩下的针数，我们要计算是刚好4的倍数。如果说对不上的话，到时候在织泡芙的时候再去给它去减也可以。我现在袖子的话就，我们减针减完了，然后我这里挂记号扣，这里从记号扣以下的这个行数，跟我们先前织好的这边挂的是一样多的，大家数这个 V 字这样子啊。一个 V 字代表1行、2行、3行、4行、5行，这样数。我这里是26行，那这里也是26个 V 字。那我们在这里做记号扣，从记号扣往上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在针上，这样子我们就开始织泡芙。在织泡芙之前，我们说一下啊，再重复一下，就是无论我们的衣服是多大，我们的袖子是跟衣服差不多的，可以短个2行到4行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泡芙。比如说，我们想要袖子织6个的话，我们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我们就是要笔画在这里啊，我们要织到这里。所以说我的记号扣就是在这里的，你看，刚好在这里。所以说我这里的话就织到这里的话就做记号扣了，记号扣向上再去织6行，就是我们就开始织泡芙了啊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织泡芙。我们在织泡芙的时候也要数一下，我们需要的这个针数是4的倍数，因为4针1组花嘛，泡芙是多余的我们就给它去减掉啊。我们这里多了1针的，我们去给它减掉啊。好，2针并1针去给它减1针，多了1针我们就减1针，多2针大家就去给它去减2针，多3针就减3针，反正就是说这里需要的针数是4的倍数啊。我这里刚好多1针，我就在这里第2针去减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织泡芙，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，1、2、3、4，第4个 V 字圈进去放掉，跟正身帽子泡芙花是一样的去编织，只是这个是圈织了啊。后面的话就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，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、4，这1针、2针。好，后面的话都是这样重复3针下针，第4针放花的，大家就不要数错了针数啊，一定要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。1、
2、3，1、2、3、4。那后面的大家就自己完成。我们把这一组泡芙织完以后的话，就去织5圈下针，再来织第2组泡法。然后把5圈织完以后，我来教大家怎么去数啊。然后我们再来演示第2组泡芙的编织。大家自己把这一圈泡芙织完以后啊，再去织5圈下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现在的话向上织了5圈，我们来给大家数一下啊。一样的，你看我们挑花的这个 V 字是非常大很明显的，对不对？那从这个 V 字开始上面算起啊，1、2、3、4，第5在我们的针上，这样子就是织够了5圈。那我们就开始来织第2组。那第1组的话直接是织3针下针，第4针放的。第2组的话我们就是织1针，在第2针放。1、2、3、4，一拉，挑1根线、2根线、3根线、4根线，再绕线勾出。好，这个就是圈织的。然后后面的话都是织3针下针，好，第4针放。在放之前，我们也要对一下，看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是的话，那我们就放心去放啊。如果不是，那就肯定是哪里织错了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给它去对一下。好，后面的话都是重复织1针下、2针下、3针下，第4针放。放之前看一下是不是上一个泡芙的中间1针，是的话我们就放心去放。好，那我们后面就重复这样子，每次织完一个泡芙就向上去织5圈。那像我刚才那样去数啊，数的有5个 V 字了，那我们就开始织泡芙。然后呢，织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长度就行了。像我的话，我是织6个泡芙的，所以说我们织够6个泡芙以后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来织这个上下针。那后面的话还有4个，就自个去完成，我就不演示了啊。给大家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这里织了7个，一共有7个泡芙啊。然后呢，织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跟这个正身去比。比了有一样长了，我们就不织了啊。如果说短一点，就继续去织。一样长了以后，我们就不织了，就开始来织这个上下针。我们到织上下针的时候再来演示。这里几组泡芙花了，大家就自己去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个袖子的话，我们这个泡芙花就是织了7个，差不多的话跟这个身上比的话，就跟这个身上差不多。大家可以给它少2行也可以啊。然后也比了一样多也可以啊，就这个长度这样子去比，那够了我们就不织了。那我把这里是52针，就平均分到3根针上，这里18，这里17啊。那我就相当于我们如果袖口是留40针的话，那我们要减12针，相当于我1根针要去减4针。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啊，就把它平均分到3根针上，需要减多少针，每根针去平均去减就行了。那我们在一边减针的时候，也用换4.0的细一点的针去织，4.5的针就不织了。好，一边织一边排这个2针下2针上，一边减针啊，就这样，1针下，2针下，然后减1针，在1根针里面我们平均去减4针的。好，2针一起向上织就减了1针了啊，然后还要1针上针。好，再2针下针。无论是上针减还是下针减都是可以的，只要平均把这4针给它减掉就行了。2针了，3针，我这是2针下针一起减的啊。好，4针，那我这一根针里面就是平均去减了4针了。好，继续用4.0的短针去换短针啊，换4.0的。这里1针下针，这里就还要织1针下针啊。减针归减针，但是2针下2针上我们还是要给它织够的。好，1针上，再2针一起减。
好，这根针上我们剪了1针了，1针下，2针下，好，剪2针，剪3针，好，剪4针。好，这样只剩下最后1根针了。1针上。好，这根针上我们剪了1针了。剪2针了。3针，好，4针，刚好最后1针上针，那我们刚好是2针下2针上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绣圈的针数要4的倍数，我这里是40针，大家如果是3岁的就36针。像那个1、2岁的话，袖口的话，36针、32针都是可以的。主要是我这边的话，我也留的比较多啊，所以说我这一圈里面是剪了12针的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去织2针下2针上啊，这个双螺纹的袖口就行了啊，织10圈啊，一共织10圈。我们刚才一边剪针一边去织，就已经织了1圈了，对吧？剩下的9圈就大家自己去给它完成就行了，全部用4.0的棒针去织。看到这种辫子的，我们就织下针；看到这个疙瘩的，我们就织上针。这是圈织啊，这不变的，就2针下2针上去织，剩下的9圈织完，我们再来收尾。好，我这10圈织完了，我们来教它数一下，数这个疙瘩比较明显，你看一个疙瘩就代表了1圈、2圈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这样子数了有10圈的疙瘩以后，我们就来收尾。我们始终把第1针当做下针去织，第2针始终当做上针去织，然后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去给它绕线勾出。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好，2针的第1针始终向下圈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第2针始终向上，好，右手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，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都是一样的啊，收的时候稍微紧一点点，不要太松了。那么就按照这个规律去把这一圈给它收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收到最后几针了，我们一起来完成。第2针永远向上，第1针向下，好，第2针向上。好，收完以后，最后1针把线圈拉长，然后断线，稍微这里给它弄紧一点，然后线桥从线圈穿过，拉紧，也一边拉手往里面给它拨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啊，给它圈到这个大笔针里去，去找到第1针去穿进去，连接第1针，好，再来连接最后1针，到里面来，给它打结，这样子套的针上去，这样子打结固定。好，然后我们把线头给它藏在里面去。就按着这个下针的纹路啊，横着来，横着去，
把线头藏起来，然后大家就把所有的线头都这样子藏起来就行了。那这件衣服我们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缝扣子。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缝扣子，因为我们两边的针数是一样多的，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找到相同的位置啊。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扣子啊，这2针下，这2针下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说我们也是一个2针下，2个针下在这里。那这里中间间隔的是5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也数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在这里缝。好，上面的一样的，那这里的话我们数了5个，在这里扣眼。那这里我们再数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扣眼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对吧？那我们这里一样数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就这里了，去给它同样的地方，因为都是相同的，所以说我们找同样的地方去给它把这个线固定起来，然后再把扣子给它缝上去就行了啊。我们这里用我们自己织线去缝。给它缝三遍就行了，能穿4遍多缝一道都可以啊。那所有的扣子都是按着这个样子去给它缝合的，所以说大家自己给它缝完，再把线头全部藏好，这件衣服就完成了。打结固定，然后再藏线头。那剩下还有2颗，我们自己去完成掉就可以了。缝好扣子，这件衣服我们就完成了。给大家讲解一下，这里是78针的上下针，因为这个开头是比较有收缩性，这里不大啊。如果大家想要这里大了，可以多起点针，到上面再去减一点也可以，或者用传统的上下针起针更好一点。那这里门边跟这边分开的话更好啊，免得小孩子这里就抵着我们那个这个脖子下面，所以说这里分开更好。来说一下我这件衣服，我用了7团线，这里是加了21次针，有5寸半，5寸半的一个长度啊，这是袖尖。然后下面的话我是织了13组花，它是有6寸的，然后再加上门边，一共是7寸半。量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4岁穿是没问题的。我7团线的话就剩了这么多，所以说大家如果是7团线去织的话，就是说你再织一个14组花或者是2组花也是够的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啊。没必要织那么大的话，大家就按我这样，像我这个4岁5岁可以穿想要线全部用上的话，就再加2个花也够。这是7团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衣服的整体，大家看一下。